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好了，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？他们是情感导师陆琪陆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厉浩洋厉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严炳红严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曲伟曲老师，欢迎。接下来的时间就来了解这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因为他当初对我许下的承诺，我选择离开了自己的家乡，可是他的保证根本就做不到。其实我也不想走到这一步，可有的时候夹在他和家人中间，我也的确为难。我现在真的挺后悔为了他背井离乡的，我不知道这段婚姻还应不应该继续下去。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杨先生29岁，来自黑龙江，自由职业，有请。张女士26岁，来自新疆，销售，有请张女士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张女士是新疆远嫁的，是吧？对。编导在准备这一期的资料的时候，写了一个标题叫“远嫁的4个承诺”。你们能不能跟老师们说说4个承诺是哪4个承诺？其实当时情况是这样的，我是土生土长的新疆人嘛，他是从黑龙江过去上班的，当时我们俩在一起通过微信认识，然后在一起热恋了有1年左右，当时一切都挺好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们家里人就提出想要让他去杭州创业，在这个时候吧，我肯定是不愿意跟他去的，毕竟我家庭也比较特殊，是个单亲家庭。然后他当时就给我许了承诺呀，许了4个承诺。他第1条，他跟我说他不会骗我；第2条，他告诉我说彼此保持透明，手机的密码是共享的，不会跟女生就是比较暧昧。第3点，他就是说他不会特别大男子主义，他有事儿会跟我沟通，会好好说。然后第4条就是无论任何时候我想要回家，他都会送我回。啊，4条承诺是吧？对，行，立得还不错。对，后来呢？后来因为他当时这4条一下就抓住我的心了呀，当时我就觉得挺好的，我就把他带到我们家去了。说实话，一开始带到我们家的时候，我还挺紧张的，因为我们家我妈毕竟她养我这么大，对不对？就我这个姑娘，你说我突然要是嫁给他远嫁的话，我还怕我妈不同意。是。结果带到我们家，他表现非常好，而且当时我妈通过我跟他的描述嘛，在一起1年，就觉得这小伙子不错，就拿他当亲儿子对待。然后加上我也跟他父母通过话，当时就把我俩这婚事定下来了。然后当时我俩就是领了结婚证，但是在这个前提下呢，我母亲跟他说过，因为结婚都有彩礼嘛。我妈妈当时是跟他说，彩礼这一方面其实不重要，但是最主要的是希望他能够对我好，我们2个人能够好好的共同走下去。这个妈是真爱闺女啊！你要找到真爱了，没有障碍。远嫁就远嫁，没钱就没钱，该走就走，是吧？对，真爱。我妈说根本就没有必要为了彩礼去为难他，对不对？但是吧，毕竟是成家立业了，如果能有个房子就更好。当时是这么给他说的，然后他们家跟他都是答应的，然后就领了证，跟他去了杭州。这就算嫁了呗？对。之后呢？之后他完全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，整个就一大骗子，就是花心大萝卜。我们俩刚去的时候，他们家是让他去创业的，他成天玩物丧志，抱着手机不撒手。当时我就觉得有问题，后来发现他跟别人网恋。我跟谁网恋了？我当时玩游戏是因为过那个任务嘛，所以说然后游戏里面那个角色她虽然是女的，但是现实中她是男是女我也不知道。是男是女你不知道，不止这一件事儿。我还发现他给别的女孩偷偷转账。这个不是去杭州创业的吗？对。怎么天天打游戏呢？因为公司当时生意也不是特别景气，我压力也比较大啊，然后我也没有什么别的业余爱好什么的，除了玩游戏。那给其他女性转账是什么呢？这个是因为当初玩游戏的时候加了一个女生，然后这个女生她说他们家里环境不是特别好，然后她年龄比较小，不适合打工，然后跟我说能不能借她点钱，然后我就给转了。借了多少钱？借了500。根本就不是500因为当时我们俩来之前不是说了，就彼此手机密码共享。当时我就想翻他的手机看一下转账记录，
发现他连密码都改了，而且从头到尾向着别人说话。就以前我们俩在一起，他都向着我，之后就好像说完以后就搞得好像我冷血无情，别人你看有病了，然后我给人家转钱，但是其实当时我们情况也很拮据啊。他之前他都是把钱转给我，后来就各种理由就不给我了，他就转给别人了。创业怎么样？他创业失败了。那肯定嘛，哪有天天打游戏能创业成功的？那后来呢？他当时这件事啊，我非常生气啊。当时我就冷战跑我朋友那待了几天啊。当时我就心想，反正我俩也没备婚宴，不行我就跟他离婚算了。哦。后来结果不是发现我怀孕了吗？我没有办法，我之后跟他复合，然后跟他回了黑龙江去补办的婚礼。哦。补办的婚礼那不说还好，一说我就更一肚子气了。为啥？去到他们家，当时我妈跟他说的也挺好的，对吧？两家双方就说买个房，他们家答应了。办完婚礼之后。根本就没有买房，完全就是个大骗子。没买房什么原因你不知道吗？因为我妈当时住院嘛，她做那个甲状腺结节，然后切出来的时候发现是癌，当时我们就把所有的钱全放在医院做押金了。哦，就这样，然后后来就没有买成房子。他当时他没有买房，那押金退回来，这事儿就再也没提。我没有办法，就是说跟我公公婆婆只能住在一起。啊，住在一起之后，你要知道，就我们两代人平时。就可能矛盾很多，对，有隔阂，矛盾也挺多。我还因为他就那个时候还摔了一跤，在雪地里面，我怀着孕，当时怀了5个多月的身孕，我们俩出去吃饭，他跟我吵架，说了一句我觉得就特不是男人该说出来的话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你能跟我生小孩，别的女人也能跟我生。是这样的，因为当时本来吃饭的时候发生点小纠纷嘛。然后就吵起来了，吵起来的时候话赶话就赶到那儿了，然后我也不是特别说就是想说那句话，我就是生气，然后就说出那句话。摔了之后孩子怎么样啊？还好孩子就没什么大事儿啊，但是这件事我就一直耿耿于怀呀。其实他就是变了，因为哪变了？你怎么没变？当初你那么倔强，然后你直接就走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开着车去火车站去找他，我在楼上楼下来回那么疯狂的跑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保安看着我的时候都问我说你这人你要干嘛？我说我找人。看到他之后，我死乞白赖硬把他拉回去的。回去之后怎么样？回去之后，我是希望他能有所改变，结果并没有。回去以后，他倒好，还给他妈开始当传话筒了。我怎么当传话筒？你怎么没当传话筒？因为我怀孕的时候本身就孕期反应比较大，我身体比较不舒服，但是我可能是有点想吃什么东西，我想吃螃蟹，然后就跟他说。我以为他会给我买。对，我跟我妈，我也没说别的，对不对？那结果你不就跟你妈说了吗？我就跟我妈说一句，我说妈，她想吃螃蟹。那你妈怎么说我的吗？到了晚上的时候，他妈就开始拿话就点我了，意思就是你这儿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？就你现在也知道家里什么条件是不是？你这个时候还要为难我们，要吃这要吃那，就不为这个家庭做考虑。我都是正常的去传达的。不是你是老公，他想吃你去买，你传达什么呀？因为什么东西对他有营养，我也不是特别懂。学呀。一开始我也就没学，然后后来就问我妈了这事，因为比较着急嘛。行，那就各种不顺就开始了呗，这生活里。对，然后当时其实我心里就也有点难受，毕竟我一个人在他们家那么远，当时还有身孕，他还总是气我。我就有点想家了。我这时候我就跟他说了一嘴，我说我有点想回家。他又跑去跟他妈说，他在这里当传话筒传不明白不说，最后搞得我们婆媳关系非常的冷。行，生孩子顺利吗？生孩子并不顺利，应该说整个孕期包括产检都不顺利。产检的时候也是，因为当时我就跟他说了，我身体本身就不太舒服，我希望就我们2个人去就可以了，就不需要那么多人。他就又跟他妈说。他妈带上7大姑8大姨，我就跟熊猫似的被人围观着，我当时就特别不舒服，我觉得完全就没有尊重过我，就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。是因为这样的，主任，他产检的话，我一个男孩跟着肯定是不方便，但是我也需要跟着，然后我就你有啥不方便的？因为你看他公共卫生间我进不去，所以说，然后我就把我妈、我大姨、我舅妈所有的就全部都叫上了，因为人多的话比较方便一些嘛。每次产检都这样？也不是每次产检都这样，每次都是这样好吗？你还说是操心我上厕所问题，我血里面摔一跤，你怎么不操心呢？这咱们不追究啊，反正就是孕检的时候也没按你的方式来嘛。对。后来呢？后来到生小孩的时候，因为
我当时的体质不是特别好，医生在我要生之前就跟我说了，是建议我剖宫产的。哦。我也跟他说好了，到我阵痛的时候，我该生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我当时已经疼得非常难受，因为在家就已经羊水破了嘛，距离那个医院还有半个小时的车程，我就非常难受。我就跟他说，我说老公，我们到了医院就赶紧就是听医生的啊，医生让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因为我知道他妈是一直想让我顺产的。结果到了医院之后，把我就是推到那个分娩室嘛，里面就我一个人，当时我特别疼。然后我就问医生，我这怎么办？医生说是这么回事，说你的家属不同意给你签字，说是想让你顺产。然后但是我当时情况并不允许，我在那个手术室里面就非常的痛苦。大夫的建议是剖宫产。对。我妈就觉得说是你如果顺产的话，孩子抵抗力好，而且对她恢复的话也好的比较快一些。那最后是顺产还是剖的呀？最后是剖的。他当时完全就没有听我的话，因为我当时是非常的难受，非常的痛苦。我当时我就心想，如果我妈妈就是在我的身边，是不会让我受这个罪的。就是当时就已经医生下病危通知书了，你再不签字，他们可能大小都不保。作为我的老公，你说笔在你的手上，你签个字就那么难吗？为什么什么都要你妈妈说了算的？最后你妈妈点头，你才签的字。我们也都是为了你好嘛。不是，大夫不都建议要剖了吗？一开始去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就是说想让他顺，让他试一下。不是，大夫不是都建议了吗？对。是下病危通知了吗？对。唉，孩子生出来了。对。男孩女孩？女孩。他妈妈说照顾我，那倒好。我孩子一生完，我从一出院，他妈呲溜一下人走了。去哪儿了？去杭州找他姐去了，就不管我了。整个我连坐月子身边连个人都没有。是这样，因为我妈和我爸在家，他们俩总会争吵。我妈觉得，如果说他在家的话，他们俩要吵的话，也会对他有影响和对孩子有影响。他妈走了之后，我以为他也当爸爸了，他能作为一个男人有担当了。结果更好，他妈给他发视频，远程遥控他。当时我生的时候是5月底，东北就特别热，赶上大暑。他妈妈在杭州下着雨，那么热的天，跟他视频说让他给孩子盖棉被，他就把那小被子给他盖上。那孩子我好不容易就刀口也疼，好不容易把孩子哄睡着了，刚哄睡着盖上了，孩子都热醒了就开始哭，起一身疹子。那不是因为我妈说吗？因为当时我不懂，然后我跟我妈发视频，我说妈，你看这个孩子现在冷不冷？然后我妈说冷，冷的话，然后我就把被给盖上了，因为我都不懂。那你冷不冷啊？我体感的话是有一点点。你可真能说。后来呢？后来他妈妈又回来了，回来之后就天天跟他爸爸吵架，吵完架他就拿我出气，我成天在家就是一个出气筒。我跟他说10句话，他一句话都不搭理我。他躺到床上，我叫他吃饭，饭做好了，端到床边了，他不说话，不吃，不理我，看不到我这个人。是因为这样，因为我母亲他们之前也责怪我说开公司的时候没有说挣到钱什么的，他们俩在吵架的时候也会说我。他如果在我身边的话，会总问我那些问题，这样我就没办法去跟他说，所以说我就一直不吱声。那你回老家以后做什么呢？回老家之后我是上班。哦。然后就是最后一件事，就是最让我伤心的吧，就结合之前可以说是家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。他跟他妈妈有一天坐在沙发上说话，他们俩可能不太明白这事儿，但是我明白。我就想说我中间插一嘴，这样他们俩就都明白了，用不着这么费劲儿。结果我话刚插进去还没说呢，他指着我鼻子说你闭嘴，当时特别凶，我都感觉他要上来打我了。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。那是因为什么你不知道吗？因为你看我跟我母亲在那说话，你也在旁边插话，我根本就听不清是怎么回事儿。所以说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闭嘴，不要说话。那你就不能好好跟我说吗？那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有没有把娘家妈找来帮着照顾照顾啊，或者考虑过回家养一养啊？我这人是这样，我就是因为我怕我妈妈操心我，她本身就不容易，我就是报喜不报忧。我说我生孩子什么都挺好，作业都挺好，你不用操心我。我俩就回头就回去看你，然后就是这么跟他说的，就没有跟他说过我在他们家就是他怎么对的我。所以你今天来还是希望他能改回去，是吧？对，因为我现在考虑到我的孩子，我不能够舍弃他。等于现在分2个部分吧，
一个部分叫创业期间妻子怀疑丈夫不忠嘛，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对他不忠嘛？没有。我看到他有给人转账，这是事实。这么说吧，这件事儿如果当它发生的话，你会原谅他吗？能翻篇吗？能。哦，能。第二件事情实际上面就是婆媳不和，然后自己的丈夫都听妈妈话，是吧？对。然后你会觉得你们自己的日子没有过起来，所以想改变吗？好了，老师们，你们看看这一对夫妻关系该如何调整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你能走吗？我。你有走的能力吗？现在没有。那他为什么要改？你告诉我，他现在日子不好过吗？做什么事儿他妈帮他出头，每天游戏玩玩，班上，他改什么呀？他凭什么改？你告诉我，你有什么能力驱动他改？你要让一个人改，是需要给他施加一个很大的力量的。你有什么力量去驱动他改？你什么都没有吗？你除了抓住他以前4个承诺之外，还有什么呀？所以到最后他是可以摆出这么一副样子啊，并未通知书下来不敢签字。夫妻是什么？在法律上面，我把命交到你手上，你这么对我。今天你的命交到他手上，在你生命垂危的时候，他是这么对你的，你居然从来没有想过走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，姑娘。很多人说远嫁，我一直觉得远嫁有一个前提，就是我嫁到那个地方去，我不觉得我吃亏，我不觉得我委屈，这个时候你是可以远嫁的。但凡你内心觉得我是付出了，我是付出了好大的代价，我好委屈啊，你一定要对我好，那你就不要嫁。但你呢，只要对方有一时的承诺，你就愿意嫁，但有用吗？人不能反悔吗？所以归根结底，我还是那句话，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，孩子的人生用最好的方式来做主。我觉得生命交到谁的手上，都不如掌握在自己的手上。就这样。谢谢陆琪老师。我是特别恨海誓山盟啊！我觉得这世间大部分的海誓山盟都是以爱为名义的骗。就是你在谈出这些话的时候，不只是你啊，我觉得有千千万万人，你可能是真心的，但是你知道自己做得到做不到吗？如果你跟别人签一个合同，起码你有违约责任，但是你做一个承诺，绝大多数人不用付任何的代价。所以只有4个字劝你啊：清仓止损，创业。我们身边全都是创业者啊，压力大不大？大的无数啊！我们压力大什么意思？要更努力的把企业做好，是不是？你压力大玩游戏啊，那叫压力大，还安抚小女生，再给人家打钱。天哪！是他对你也很好，也会到处去追你，这些是你离不开的理由。但是他能说出那句话，是个女人都能给我生孩子，你还等啥呢？赶快带着孩子走！我相信以你这样的人带着孩子，这孩子不会歪的。跟着他，像他一样，天天玩游戏。为了孩子，你要下这个决断。好，谢谢厉总。你妻子如果真的和你离婚，带着孩子走了，行吗？不行。那你准备怎么办？就哄他嘛，然后跟他好好说嘛。哄？还哄呢？对。哄和骗有什么区别啊？对你来说？我其实也没骗过他呀。其实真的，你从头到尾做的所有的事情，听起来太让人生气了。孩子几岁了？3个月。啊？3个月。3个月。对。真有你的！你作为一个男人，自己娶了妻，生了子，不承担，不去呵护他们，还在这大言不辞的说他有问题，一说就是我妈说什么，我妈说什么。我们也都是为了他好嘛。为他好，病危通知书都下了，是为他好。既然你把这个女人从那么老远的地方娶来，她在你的身边只有你这么一个亲人，你能对她好点吗？她一个远嫁到你身边的女人，难道在她和你的妈妈有一些不愉快的时候，你不应该帮一帮她吗？你反而一脚踹走她。真的不知道你怎么做丈夫，以后怎么做父亲。
我真的替女士担心，孩子才3个月，这样一个男人，我们都看得出来，至少现在不值得托付终身。你的情况，你跟你的妈妈说过吗？如果妈妈说你带着女儿回来吧，回新疆，你敢吗？敢。好，我支持你。走了。不行。你如果真的决定留下她，首先把房子买好。买不了房子，咱付首付；付不了首付，租房子，日子是你们过，绝对不能在你和你妈说话的时候，她插句嘴你都要骂她，那她真的立刻就走。能做到吗？能。我觉得孩子才3个月，你还在哺乳期，身体也没有完全恢复，真的去天崩地裂做什么事情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去承担啊。我建议，我的感觉啊，在孩子1岁，在你完全身体和心理恢复之前，看他的表现。如果他依然让你受苦，你就离开他，回新疆去。我们找份工作，在妈妈身边好好带大孩子。谢谢杨老师。女孩面对问题其实蛮多的，但你知道吗？所有的婆媳关系最核心的问题出在老公身上。她非但不是不作为，而且她做了负面的影响。只有当这个婆婆知道自己儿子啊并不是怎么爱这个女人的时候，她才敢这么亏待你。她的母亲看到儿子在指责自己儿媳妇说你闭嘴，她母亲就懂了你在儿子心目中的位置是怎么样，所以她才敢肆无忌惮的对你做各种的事情。但这也怪你啊，你太轻易的相信一个人的承诺，但想挽回这段婚姻还是有机会的。机会在哪儿呢？你要变得有主见，你要变得有自己的话语权。你问他，愿意出来吗？愿意。敢出来吗？敢。哎呀，你的承诺都太轻易了，我就不相信了，一点犹豫都没有。您那4个承诺怎么做出来的？不该违背还违背吗？所以女生啊，她的话我不信，所以我不跟她说太多。但是我要跟你说的是，你可以的，带着孩子出来，就这样。哎，谢谢曲总。您那诺言管用吗？管用。你不是已经违背诺言了吗？诺言4是你想走的时候随时可以走吗？你现在不让人走，你是不是已经违背诺言了，兄弟？人家要走吗？能不能走啊？不能。那你不是违背诺言了吗？违背诺言，那就违背嘛，那我也不让他走。你不是无赖吗？那你诺言有用吗？看清楚这个人没有？其实有一段女方妈妈的一个录音采访，但是我不太想放，因为女方从来没有把实际的情况跟妈妈说过。哎，先听。我觉得你听完之后吧，你应该特惭愧，就是女方的母亲始终认为女方现在还在幸福的生活着呢。我们来听这段录音吧，来。喂，阿姨您好。哎，你好。您女儿跟女婿2个人来我们这参加一个节目，想问一下您对他们2个人的婚姻现在怎么看呢？他们俩在一起还挺好的，女婿人也可以，对女儿也不错，他们俩还蛮不错的，他们家庭不错的，我觉得。那听说您跟他们也挺长时间没见面了嘛？您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吗？对，时间很长了没见面。他们既然出去了，我就想嘱咐几句，他们在外面照顾好自己，好好孝顺公婆。我这边嘛都挺好的，只要他们俩都好好的就行。如果他们有时间的话，可以带着外孙女回来一趟，因为时间长了没见，我也挺想她的。因为我给外孙女们做了好多小衣服，我们也不会寄快递，就是如果他能带着小孙女回来的话，那就更好了。回来让我见一见，然后试试这些小衣服。他们在那边嘛，就是一定要好好孝顺公婆，把自己的工作做好。我希望他们有时间能回来一趟吧。好意思不？好意思不？不好意思。就是这边是自己妻子对自己真实婚姻状态的隐瞒，怕远方的母亲担心；那边是远方的母亲还幻想出一个自己闺女儿一个幸福生活的场景，然后你们家人就这么对人家，这太欺负人了哈！别哭了，想想你母亲是怎么把你带大的，
咬着牙要自己往前走啊？你先跟他道歉吧。对不起。这就算道歉完了吗？那这犯错成本也忒低了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原谅我吧。带着你儿俩回家吧，别创什么业了，踏踏实实回新疆打工去。以前在新疆他打工打得怎么样？还行。那就该干嘛干嘛去吧。能做到吗？能。确定吗？确定。唉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我知道以前给你答应的那些我都没有做到，让你很伤心。现在我就当着大家的面，然后再给你承诺一次，我以后不会那么做了。我也只是想跟你好好在一起，所以说有的时候有些话感动着我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希望你回来跟我好好过日子，你不要走。我这么远嫁给你，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。我觉得我得考虑考虑，重新审视一下我们这段感情。你就原谅我吧。我再考虑考虑吧。哎，你怎么没说陪他回新疆的事儿？我给忘了。这么大的事儿你能忘了？来，给你开个破例的事儿，说补充。我以前答应你的事儿，然后都没有做到。从现在开始，然后我跟你说，我们回新疆好好过日子。从此以后，我不再说像以前那么对你，跟你总是发脾气啊、吵架呀，包括每次话感到那么严重。行吧，这就算个态度吧。你好好想想啊，人不说为母则刚吗？谢谢两位，请回，请开门。来，往这儿站。真的带人就回新疆啊？对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好好工作，踏踏实实的生活，好吗？好，谢谢两位，请回。来，我们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吧，请看。他总是处处管着我，我觉得我就像个犯人一样。这段感情里，我一直在付出，他却感受不到我的爱。连信任都没有的感情能谈恋爱吗？我只想和他分手，他却总是死缠烂打。我不想和他分开，我又没有做错什么，为什么他要这么对我？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小谷22岁，培训老师；小魏23岁，公司主管。欢迎两位啊！据说是在大街上认识的哈。是啊。在大街上怎么认识的呢？那天就是我跟我朋友去玩游戏啊，那时候打赌输了，真心话大冒险啊，然后大冒险去要一个女孩子的微信，然后那时候刚好在大街上看到她嘛，我觉得挺好看的，然后就跑过去加了个微信。哦，你就给了哈？对呀。哎呦，自己还在那儿乐，还在那儿笑。大家夸我好看啊。哦，重点在这儿是吧？交往了1年时间了是吧？1年多。虽然说你好看，但是他现在想跟你分手，对吧？我不想分啊。哦，为什么要分手，臭小子？之前刚认识他的时候，觉得他特别体贴，而且特别照顾我啊。然后后面吧，交流久了发现，他跟以前不一样了，就有点神神叨叨的，而且他对我的控制，我有点接受不了。咋控制你？手机啊，跟踪呀，还有微信啊，反正就是我去到哪儿，他几乎都知道，而且我微信的所有事情，他几乎全都知道。我感觉我没有一丝空间。哦，就是没有隐私了是吧？啊。那我为什么这么监督你知道吗？那还不是因为你有不良的前科啊！我什么前科？那主持人是这样的啊，他背着我悄悄跟我闺蜜出去喝酒，一男一女的背着我出去喝酒，不是，然后被我发现了。
哦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给我男朋友打电话打不通，没人接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嘛，然后我就跑到我男朋友上班的地方，他们同事就跟我说，他说，哎，你对象不是说跟你还有你闺蜜出去喝酒了吗？哎，我就在想，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个事儿？主要是她闺蜜来找我说她在加班，她说让我先跟她去喝酒，后面就是说她会赶过来。再说多久的事儿，我有没有加班你不知道吗？你跟我闺蜜谈还是跟我谈呀？闺蜜是你朋友啊，就是因为这件事情，她还让我把她闺蜜拉黑了，我都做了。所以这件事情是算闺蜜陷害，对吧？还有什么前科呢？这不是第一个前科吗？啊，主持人是这样的，我跟你说一下，自从闺蜜那件事儿以后因为我是培训老师，她呢去交钱去我培训机构上课。一个20几岁的女孩，你跟一些10几岁小姑娘上课，你不害臊吗？我花钱在你那上课怎么了？我用1个月工资去陪我男朋友，而且你们培训机构都是那种年轻貌美的女孩子，我这不是也防患于未然吗？那你上课算了，你下课你抱着我算几个意思？你因为知道这件事情，同事笑我，我学生都在笑我，你这很影响我工作，你知道吗？这有什么？你上课的时候是老师，那你下课也不是老师啊？你下课不会让我叫你一句古老师吧？对不对？哎，这姑娘有意思啊，就是她报你的班，听你的课无所谓喽。有这么好一女朋友，这么喜欢你，对吧？就让我感觉上课的时候很放不开，很尴尬，而且我那时候同事都在窗外看着我在笑我，那有什么好笑的？对吧？顶多笑，哎呀，这个小姑娘真傻，把钱给我们机构送来了，你知道吧？还不如直接给古老师呢，在家里上私教课多好，对不对？你也是这孩子这么任性啊？那身边太多小女生了嘛，我也想去看一看嘛。什么机构啊？教什么的呀？我是教艺考的。哦，你要相信他的基本人品嘛。他总是跟那些就是学生联系的特别紧密。什么紧密？是师生关系啊。他永远就是把所有事情都说像他特别有道理。就比如说他上一次做了一件事让我真的是很不理解。在我上课的时候，他突然之间把我从台上拉下来，让我解释医保卡的事情。你说有什么事情我们不能回家说，你为什么偏偏在我上课时候说呀？你就认为这是一件小事，但是我觉得这事很严重了。主持人是这样的，就是我在家里的时候嘛，然后听见有人敲门，打开门一看，他前女友拿着医保卡，然后跑过来跟我说：“这你男朋友医保卡落我这儿了。”那你想一下，我一个正常女孩子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，这医保卡3个月我才陪你取了药，咱们在一起1年多了，怎么就落你前女友那儿呢？我当场肯定是要想弄清楚这个事儿啊。主持人是这样的，因为是之前跟我前女友在一块儿的时候嘛，然后我可能医保卡落她家了，后来我找不着，我又新办了1张。这件事我是真不知道。但是你说，那你为什么不下课叫我去，你偏偏上课让我请个假？你不觉得？我也没觉得我做错什么呀，我肯定要当场弄清楚情况呀，万一你后期又去补办了，对不对？那好，咱们弄清楚情况，那你为什么偏让我搬家呢？那你前女友现在找得到咱们住的地方，咱们又不是买的房子，是租的房子，搬家也不是很困难的事儿啊。他今天送医保卡，明天送鞋子、袜子、衣服，是不是？也不是没有这可能吗？我不是也是防着点儿吗？为了咱俩好呀。我觉得我现在跟你不像在谈恋爱，你知道吗？我像被你囚禁一样，咱俩能不能给一点互相信任呢？你这一点都不信任我，你这谈有什么意思呀？你让我怎么信任你啊？你朋友圈平时跟那些人点赞啊，还跟那些莫名其妙的女孩子聊天啊什么的，也挺暧昧的。你让我怎么相信啊？第一，我是培训机构老师，有时候得招生，没办法，得去应些酬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我就希望你能理解一下我，能不能不要这么监视我？能不能给我一点空间？我真的有时候压力很大，你知道吗？那行，你要给我信任啊，那你还是要改手机密码，你手机都不给我看，我怎么信任你啊？手机密码，主持人是这样的，他有一天拿我手机玩着，然后我也不清楚，他跟我突然提个人叫芳芳，我真不知道是谁，然后我跟他解释了半天，然后那个人天天给你发哥哥长哥哥短，哥哥吃饭了吗？芳芳也吃了，哥哥饿吗？那换成谁不怀疑啊？后面我拿他的手机加了这个芳芳，后面那个芳芳跟我们2个人发的消息是一模一样的，就是复制粘贴。后面这件事情误会就解决了。结果他呢，把我手机里所有的异性全部都删掉了。我也没有删所有全部异性吧，只是我觉得那些无关紧要的人给删了呀，那些无关紧要的人删了就删了呗。不是，你是怎么判断有关紧要和无关紧要的姑娘？女孩子嘛，其实判断都是
感觉挺准的。哦，而且这个方是假的，对不对？后面说不定你圈圈圆圆扁扁，那就不是真的呢。我还圈圈圆圆扁扁，你干嘛不方方正正的？你都把我管得死死的，我哪来个圈圈圆圆扁扁呢？行，那你不是把密码也改了吗？改了不就完了吗？改了呀，但是我第2天上课的时候，他把我手机试到停用。那我也觉得我挺可悲的呀。我男朋友在我旁边，然后我不知道他手机密码，我试遍了我们所有的纪念日、我的生日什么的都试不开。而且我怎么知道他1个小时之后就停用了呢？那你要改密码，你不改的话，我就没这回事了呀。为什么你什么事情都说的你特别有道理啊？你有时候能不能服个软、认个错什么的，像其他女孩撒个娇什么都好呀？我也没有觉得我哪里做错了呀，我就觉得这段感情我自己就像个园丁一样，修剪你身边的枝枝叶叶，不然咱们这1年多能相安无事吗？不是你累不累，姑娘？不累呀。哎呀，不累就好，不累就好。我以为他累了呢，所以你累了是吧？我真的累了。他除了查你的手机啊，到你的这个班上去上课，还干过什么荒唐事儿啊？他呀，学别人当侦探跟踪我。这能怪我吗？你一个培训老师，你周末有什么好应酬的呀？你平时邋里邋遢的，周末还喷香水，弄个发型，在镜子面前照半天，谁不怀疑？你不觉得你很奇怪吗？我也想看他干嘛了吗？谁知道？不是，你跟他说我跟你一起去不就得了吗？我问他呢，他跟我说别管。我就感觉头顶有个监视器一样，我无论做什么，他都在监视着我。我表妹，她来四川玩，我给她订间房。他呢说都不说，他那天是这样，我给我表妹订完房以后，他突然说他要出去，然后不到半个小时左右吧，我表妹突然给我打个电话，哭着跟我说有人骂他，那时候我就懵了呀，我说你怎么会被人骂了？他说是一个女的骂了，我就赶紧过去，他还在门口喋喋不休的骂我表妹。我说你有什么事情能不能提前跟我说，我们好好商量一下？为啥你做什么事儿都不考虑我的感受啊？我在你旁边看到你莫名其妙的跟一个人，你发了定位，酒店的定位，酒店的名字，酒店的房号，我又不知道他是谁，我肯定就是先想过去看看是谁呀，对不对？我也不想麻烦你，万一是个误会呢？然后你万一是个男的也说不准嘛，对不对？帮同事订的，结果一打开门一个女的，那这姑娘这是哎呦。这肯定是有问题嘛！那你表妹来了，你让我帮她订酒店不就好了吗？你每一次做什么事你跳过我，我也觉得我们自己这样做没什么问题啊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有个表妹要过来，你不得从头查到尾啊？我觉得，说实话，你已经让我怕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跟她说得很清楚，对不起，我真不适合你。我跟她说完之后，第2天我去上课，下课的时候，我发现我机构的楼下炸了，她搬了一个板凳。拉了个横幅，上面写的“我错了，请原谅我吧”。我的天，那时候我的同事、我的学生，还有很多家长，全部在看着笑话我。你知道我那时候内心是多崩溃吗？你觉得你这么做像话吗？这我不是给足了你的面子吗？是我服软给你道歉啊！再说了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男朋友把我拉黑了，我联系不上，我只能去他们公司门口堵他了呀。这能怪我吗？你说分手，但是我不同意呀。这个，你现在这套东西都是跟谁学的？拉横幅啊，查手机，就是你这一套都是跟谁学的？就是自己想知道呀，而且我觉得我做的没有什么问题啊，我只有这样才知道他在干嘛呀。不是，你要知道他干嘛，你干嘛呢？想看呀，就是后面有没有做什么就是不好的事儿嘛。他要做了不好的事儿，你还要他吗？那也没有遇到过呀，不是我也防范的挺好的嘛。哦。现在他说要分手，你说不行是吗？对呀，这1年多我花尽自己心思，然后整天所有心思都在他身上。我给他确实列个好友表，那我也给他机会呀，他给我列也行啊，他愿意花这心思吗？不是，什么叫列好友表？就是他所有好友我都给他列了个表嘛，就是多的啊、减的啊那些，想知道就是加哪些人啊什么的。哦，你还给他做统计是吗？然后新增的你会看到是吧？减了你也会看到哈。我觉得我做这些事情也是完全是为我俩感情好，就管束一下他嘛。一定分手吗？还是说说而已？我想问他个问题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你问。就是你能不能以后不查我手机，不要这么监督我？你可以吗？不能。一定分手啊！一定分手。行。查手机不是每个女孩基本上都会查的吗？行，你听听老师怎么说吧。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你不害怕吗？怕。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扇巴掌。
只要说错话了，做错事儿了，或者他看我不顺眼，一巴掌就过来。他每周大概要扇你多少个巴掌？差不多有10几次吧。我天，每周10几次。我就跟他闹着玩的，轻轻碰一下，打一下那种。姑娘，你的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？你有爱过这个男人吗？你什么时候爱过这个男人了？你爱这个男人1个月打他40、50次啊？你爱这个男人让他难堪？你爱这个男人，你从来不相信他，哪爱他了？他爱你吗？他根本不爱你，他只是需要你，他需要有一个人控制，需要有一个人调查。姑娘，你整一个就是个壳子，空虚的。你就想牢牢的把住一个人，是他也行，是别人也行，没有了他，你还会有下一个。但如果你依然是这么下去，你最后得到手的是什么？你控制住的是什么？这世界上有任何一个人和事物可以满足你这样的安全感吗？正视自己的内心，正视自己内心里面的空洞，去找到填满自己空洞的方法，而不要用外部的人来填满自己内心里面无底的深渊。就这样。谢谢陆琪老师。我特别奇怪的是，这男孩为什么能够忍受这样的状态这么久？首先，我一个人在外地很长的时间，因为之前从来没有被照顾、被关心，然后他突然走进来了，说实话，还挺享受的。而且他让你感觉到他对你全心全意的爱。对，那时候是有这种感觉，对吧？就感觉他让那种爱直接蔓延。对，但他不是爱的潮水啊，他是爱的硫酸，他把你不断的腐蚀，已经变形了。你看看你的人生已经变成什么了，你还觉得他是爱你吗？如果在所有人的眼睛里边，你都已经是一个笑话，你真的觉得爱你吗？你看过各种各样的电视剧，是不是？身边的亲朋好友，什么是阳光的爱情？你这是阴暗且腐蚀，对吗？你自己选择吧。来，严老师。女生也是一个笑话啊，你不觉得自己的言行很可笑吗？你在一个男生工作的地方打一横幅说我错了，你固然置他于一个笑话的境地，你自己更是一个可悲的笑话。其实有时候这个小女生想去一探究竟，我的男朋友这个手机里是不是藏着什么秘密，这个好奇心我多少能理解一点，但是至少我们得自知，这是一个不妥的行为。你的可悲真的不仅仅是说我去查手机我去跟踪，而是你不自知啊，你不知道这是不应该的。所以女生你今天要醒一醒了，从你自己编织的那个可笑的梦里边醒过来。安全感不是别人给的，是我们自己内心有自信，是我们自己相信爱情。男生你也有问题啊，你为什么那么多小辫子让他抓住啊？什么哪来的前女友送医保卡啊？哪来那么多陌生女孩子加微信啊？怎么就得和人暧昧呢？我都听不懂你这些逻辑啊！我的感受就是，你特别乐于自己有小辫子被他揪住了，然后你们折腾一番，乐此不疲，以显示我多么的重要，我的女朋友有多么全身心的爱我。所以我觉得你也有问题。在爱情当中，我们都规范自己的言行，立一个起码的准则，才有资格谈恋爱。谢谢严老师。女生长得挺漂亮的，如果我说你长得不怎么样，难过吗？不难过。为什么？每个人审美不一样嘛。哎，说得好，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审美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自己的自信更多是来自于自己。你每天照镜子，你知道自己长得怎么样，你不会因为别人说你不好看，你就不好看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在爱情当中，你就没有这样的自信。一次游戏引发的一个所谓的爱情，这里面有太多不稳定的因素，你们彼此都太快了。而且女生啊，其实我不管你跟这男生是否能够继续下去，但是有一点一定要改，你要知道，你要想控制什么，结果是什么？被这件事情所控制。表面上看，男生不能容忍你的控制，实际上呢，他的一举一动都控制了你，都左右了你的心情。你不在乎自己的面子，要不就楼底下拉横幅，要不就去找他的表妹去吵。你这是正常的爱吗？你是被他控制你所有的生活、工作，你的自尊全不要了，值吗？
你丧失了自己啊，你被他控制了。所以与其说他脱离你，不是说你要更早的去脱离他的控制，明白吗？男生，明知他这么喜欢监控，你为什么要把密码改了呀？这不增加了他的怀疑？你心里坦荡吗？主要比较烦。你烦可以直接跟他说呀，然后就分手啊，改密码，这不是找烦的吗？所以你们俩如果想继续在一起，都要调整一下。但我个人觉得还是分开吧，挺虐的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律。哎，特别简单，我觉得就是女孩想清楚一件事儿就行了啊。谈恋爱，两个人是不是也应该有边界呀？不是谈了恋爱，你们俩就是一体的了吧？谈个恋爱不是你还是你，他还是他吗？你不厚道就是拖泥带水，你知道吗？不好你就走啊！什么呀？我问他说分不分，真分还是说说？我再问他一个问题，我觉得你也很享受啊，都没了底线了，那他不跟你闹跟谁闹啊？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其实非常感谢你之前给我这么多温暖。虽然说后面做的很不对，我真的是每次都被你弄到有点崩溃。我今天是真累了，对不起。咱俩在一块1年多了，其实我为你付出了真的很多，我也希望你能给够我安全感。不是因为我不相信你，是因为你很多东西你很抗拒，所以我才查你的呀。我确实很喜欢你，咱俩感情平时也挺好的呀。谢谢两位啊，请回，请开门。有网友提问说，我男朋友心眼儿特别小，他每天晚上呢都要翻一遍我的手机，除了亲戚，我在微信上不能和异性聊天，连同事聊工作上的事儿他都会吃醋。在外面，我和别的男生说话时，他就总爱站在我的身边，还拿一只手搂着我。我俩刚在一起的时候吧，他老这么黏我，我还能忍。可是现在呢，都相恋1年了，他还是不给我私人空间。我想让他改改这些毛病，我该怎么做比较好呢？你所谓的他的这些毛病，可能在他看来，这些都是爱你的表现方式。如果把这些毛病都改了，把这些表现方式都改变了，那他也许就不爱你了。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